1月6号，追查国际组织收到来自北京中共高层内部的机密情报，情报摘要如下：一、中国国内近期大规模抓捕法轮功，哈尔滨就抓了100多人，各地方也同时都有行动。那么具体来说，就是在执行王小红的最新部署，配合陈一新的消灭法轮功计划。这个计划已经得到高层的认可，中共下一步很可能调动更多的资源来攻击法轮功。中共高层重点关注法轮功最新动向，中共情报系统特别想了解法轮功团体是否有针对川普的合作，密切注意法轮功与川普方面是否有接触，特别要防范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通过美国法轮功学员与川普有联系。二、习近平目前仍是大权在握，他确实有病了，而且病情很严重，但是没人能动摇他的位置。三、中共高层目前最急迫的事情就是想要准确地知道川普的真实态度，他们摸不清川普真实的意图，就是不知道会对中共采取哪些措施，这是中共最害怕的事情。所以目前中共情报系统都在全力地解决这个问题，很可能会有更多的中共间谍与线人暴露，因为上面逼得急，很多事情就不能认真的谋划，就会露出破绽，这也是一个海外反击的好机会。中共目前非常担心美国的 FBI 会跟法轮功学员合作。追查国际收到情报显示，中共高层这次攻击法轮功的原因和1999年江泽民那次是不一样的，将完全是个人妒忌，担心李先生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影响他的位置，不希望法轮功发展壮大。但是习近平不是，习近平在2018年修改宪法确定世袭以后，他的权力已经非常的稳固了，所以他的战略目标就是美国。习近平智囊团认为中国已经发展得非常强大了，中共的各种实力很快就会被国际社会发现，也就是说中国已无法再继续韬光养晦闷声发财了，所以必须要明确战略方向。从那时起，中共所有的部门的工作重点就是针对美国，因为中共想要崛起，想要实现中共的中国梦，美国一定不能容忍，中美之间的冲突必然会爆发。中共在各地挑选熟悉法轮功的羽勤人员，俗称五毛，参与支援，不断制造强化所以法轮功违反美国法律，无视美国政府的罪行等谣言，通过舆论逼迫美国政府中断对法轮功的支持，试图最终要实现从美国取缔法轮功的目标。中共主要目标就是在川普就职前后尽全力破坏法轮功与美国的关系，能从美国铲除法轮功最好，最低目标也要求破坏川普与法轮功之间的关系。这些年中共高层对各级官员的培训当中都在强调这个问题，习近平需要让下面人明白，和美国对抗不是他个人的想法，是中共发展的必然经历。从2018年开始，中共所有的对外工作重点都在美国方面了。习近平当时因要收回台湾而获得党内的认同，取得连任，为此中美关系反转，法轮功创始人在美国，美国法轮功学员与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之间如何互动，成为习近平政权的一大隐患。特别是川普上台后将全面针对中共，因此铲除在美国的法轮功已经成为中共高层的共识。比如说，现在某地查到几名日本间谍，汇报上去之后根本没人重视，但是所有和美国有关的事情，中共高层及习近平都格外的关注。高层在所有工作指示当中都会要求重点侦查美国方面的情报，这已经是近几年中共高层的常态了。叶问大纪元在美国的重要影响力，这是导致大纪元及相关重要人员首当其冲被攻击的背景原因。在这样的局面之下，中共高层各方势力都想在美国搞点动作，以获得习近平的青睐，这也是中共国安部长陈一新攻击法轮功的重要背景。情报消息显示，中共在美国的特务系统大致的分工是，对于中共有威胁的归公安与国安，比如法轮功和海外民运，这些都被中共视为公开反共的团体。其他有影响有地位的人，但还没有明确和中共对抗的，那就是中共的统战物件。另外，文化部负责文化输出，体育总局负责体育方面输出，外宣负责境外宣传工作，五毛是归中共公安部在管理，大部分五毛都是国安招募的人。
据中共内部两支人士透露，《纽约时报》很早就开始部署要攻击大纪元及法轮功，这是属于中共对美国战略及工作的一部分。目前所有的情况都是按照公安部和陈一新的计划在执行，中共还会有更多的手段。如果法轮功一直处于被动或被攻击的状态，中共后面一定还会在美国编造更多更严重的事情。中共的部署是要持续不断的攻击法轮功，包括美国法轮功学员的媒体及各类项目及机构，情况会更不利。中共高层评估，美国政府方面也不全都是支持法轮功的人，中共目前很担心美国政府出手相助。中共知道，中共发动的对在美国的法轮功创始人、大纪元及相关负责人的造谣抹黑的攻击行动，这种是超限战，只要美国政府不出面，短期内不会被平息。中共目前竭力避免因美国官方出手，令中共的阴谋被彻底铲除的情况出现。中共不会放弃攻击法轮功，中共计划不断的给神韵与法轮功创始人李先生及家人找麻烦，不断的编造各种谣言，然后通过不同的管道散布出去，都是用特务等很专业的手法，目的是要动摇社会普通人士及法轮功内部的人对法轮功创始人的好感及信任。中共高层内部有两支情报人员分析说，目前法轮功处境不会轻易有明显好转，因为中共在美国的势力不是轻易就能全面消除的。这些中共内部对美国的策略，如果能够提交给川普团队，确实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他们是想象不到中共的邪恶，那都是美国正常社会的人没有见过的罪恶。另据美国之音1月9号报道表示，后任总统川普正在考虑宣布国家经济进入紧急状态，以便为美国大规模加征进口关税提供法律依据。加征物件既有美国的盟友，也有与美国敌对的国家。这条消息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从4名知情人士那里获取的。他们表示，川普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在他第2个任期内通过加征关税来纠正全球贸易失衡的问题。CNN 报道说，宣布美国经济进入紧急状态以后，川普将可以使用国际经济紧急权利法案制定新的关税计划。该法案单方面授权总统在国家紧急状态期间对进口进行管理。其中一名消息人士指出，川普很喜欢这项法律，因为他对如何实施关税赋予了广泛的管辖权，而没有提出任何严格要求，证明加征关税是出自于保护国家安全的需要。另外一名消息来源表示，决策者们就这个问题正在进行激烈讨论，不过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方案。川普在他第1任期内的2019年曾对墨西哥使用过国际经济紧急权利法案，如果这个美国的邻国不采取行动减少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的人数，就会依据此法将美国对墨西哥的关税从 5% 提高至 25%。 CNN 的消息人士说，目前是否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现在还没有做出决定，川普团队还在研究支持加征关税的其他法律途径。曾经担任川普的国际经济事务副助理的贸易律师凯利安肖表示，我认为总统拥有广泛的权利，可以出于各种原因征收关税，而且这样做有许多的法律依据。川普多次表示，他将在就职后全面提高关税，其中包括中国、欧洲、加拿大和墨西哥等等。川普说，要对美国所有的进口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对中国商品加征最高达 60% 的关税，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 25% 的关税。川普的就职典礼将在本月20号在华盛顿举行。周三，川普可能宣布国家经济紧急状态的消息一传出，便引起美国股市大幅度震荡，大盘开盘前涨势发生逆转，3大股市全面翻红。新的报道表示，川普的顾问们正在评估使用美国贸易法第338条的可能性。这条法规允许总统对被视为歧视美国商业的国家征收新的或额外的关税。在这些情况下，贸易法允许总统直接对特定的产品类别的国家征收新关税。不过，这个做法在近代历史上还没有尝试过。川普的人马讨论的另外一个问题是重新审视美国的贸易法，即301条款。川普当初就是依据此法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加征关税的。拜登政府时期保留川普采取的绝大多数关税，
并且提高了对中国电动汽车等某些产品的进口关税。这为下任总统依据新的情况提高或调整关税奠定了基础。好的，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期见。